这是19年以前。当然了，它的边上也还有一些小的景观，还是不错的啊。这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一个玉溪河边啊，玉溪河就是从巢湖，中国5大湖淡水湖之一，从巢湖流到长江里面唯一的一条水道啊。玉溪河边的景观还稍微可以。那么在这个玉溪河边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我们曾把历史回溯一下。如果说100年以前、1000年以前，我们临安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2000年以前，这个附近不远啊，也就是10几公里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段比较辉煌的历史，那就是三国时代一个著名的曹操跟孙权之间的一场大战。赤壁之战。是什么？赤壁之战。不是赤壁之战啊，他打孙权这一块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宏观的。那么，其中曹操是从淮河那边南下的，然后孙权这边就在这边是阻挡了。我们当时讲的戊戌水，实际上就在这边开展了一场大战。曹操死活就没有从这个地方打过长江，就在我们这个临江滩附近的这个地方，聚集在这个东关这一边啊，被阻挡住了，一直在这。所以他们西边有一个县，我们叫无为县，当然这是个传说啊。无为县就是曹操到这儿看了以后，真的他觉得没有办法去做事了，死活都过不了，所以叫无为啊。当然这是个传说事啊。那么这是2000年以前水军大战是离不开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很多贸易的往来也离不开这一块地方啊。我们包括这个开埠以后，长江流域开埠以后，清代后期啊，我们芜湖市是一个5大米市，那么很多的农产品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一条通道来进入到长江，再进入到这个其他地方的。那我们从2000年前再往前再追溯以后，到5000年以前，临江滩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知道临江滩它是通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老河道的一个中游地方啊，它的海拔是7米到25米，主要的是7米左右的，只是说它有一个小山头是能够达到25米高，一个小山岗子。那么现在的面积，我们通过这个详细的调查看研究以后，我们知道它是140万平米，2000亩。换一个话说呢，就是1.4平方公里。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一个社区都有将近这一个面积，但是在5000多年以前，这么大的面积已经是整个长江下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地方了啊。那么它的一个地势，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南边这一块多是长江的一个冲积平原啊，是不适合于生存的一个地方。它的北边是有一个山头，我们从这儿可以，那后面可以看到，北边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山头。它好在一个什么呢？它两边就是在它左右各5公里左右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2条红线线画的这一个，它有一点像一个张开胳膊一样的，就是两边胳膊这样张开来的，其实就天然的就防了洪水和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边的地理条件还是很有利的。通过我们一系列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临江滩这一个遗址最早是从5700多年以前开始的，我们号称5800年啊，然后到了5500到5300年左右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巅峰阶段，但是在巅峰之后，它到5200多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衰落了啊，这种衰落也是一个谜，我到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有一点认识的啊，这是临江滩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那么临江滩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它是怎么发现的呢？当然那是一场巧遇，只是在巧遇之后，如果没有考古工作者几十年锲而不舍的一些坚持，它可能还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更多的考古工作者之后持续不断的在这工作，所以才有了一些惊人的成果出来了。这个临江滩的发现实际上是在85年的冬天啊，那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冬天，也只是当地的老百姓在那去把他老母亲在那下葬，因为临江滩以前说实在的是一个乱坟岗，这些墓葬所在地方啊，就是一般人
去世了以后都是往那地方葬，因为它比较高，海拔在20米以上的一个地方了。那么在这个葬的时候，老百姓就挖出了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时85年时候，那时候改革开放才没有几年，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的文物意识其实很薄弱，甚至是根本就没有了。这些怪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人觉得它还是个晦气的东西啊。但是呢，当然这个埋葬毛母亲的这个主人呢，他有一点，他在外面跑过啊，我们现在说就是跑过码头的，所以他了解一点，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了。后来经过了一点曲折以后，这个东西就上缴到了我们当地县里的文化局，然后就报到了我们安徽考古所这边，一步一步的就让大家知道的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当考古所的这一些当时的我们的这个业务人员了解了以后，就觉得这一批东西很重要，但是搞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也经过了一些调查经过了一些访谈，就开始想去做这项工作。但是当年80年代想做一次考古工作很不容易的，不像现在我们可能条件会好很多啊。当时的时候很不容易，我们当时的领队张建国先生好不容易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了3000块钱啊，当时3000块钱也还是值钱的啊，最后去做了一次发掘啊，那是一次很小面积的发掘，其实只挖了不到50平方米，但是他选的点就是当时老百姓葬坟时候发现这批东西的地方，所以成果是相当好的。这边就是87年6月份第一次发掘出了一些东西啊，第一次发掘就出了这么3件的人啊，我们刚才唐教授已经表达出这样一个形成的神态来了。那么这3件出来以后，其实让人家眼前一亮，因为在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些东西的。这批东西出来了以后，我们看还有一些后面就跟着就出来另外一种墓葬，这是到目前为止林家滩也是最重要的墓葬之一，就是87年的4号墓，一个墓里出了140多件东西，光玉器就100多件，这是叫103件组啊，因为有一组的它也算作一个号的。各种各样的，其中有一件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那一件大石月啊，左上角的一件石月，但这件石月有8斤半重，挺沉的了。我想一般的小孩可能都拎着都拎不动的这样一种的。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再看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有这么一些玩意儿。当这些玩意儿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更多人就不大认识，除了右边那一件乌龟啊，那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但这一件乌龟为什么会出在这个地方，而且是用玉做的呢？你乌龟一般就是我们拿着吃了以后扔的这些壳嘛，不光它还是用玉做的，而且它出土的时候，它还有这么一个场景，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了。这张照片因为当年这个相机还是一种很老式的相机啊，很多照片没有留下来。那么它是这一块板是夹着乌龟壳的中间的，而且比乌龟壳还要大，上面还刻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符号或者说一些图案啊，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东西，后面会给大家说到。那么这样发掘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重视，到了当年的秋天又挖了200多平米啊，其实不多，就做了11座墓葬出来，这里面有水晶的啊。我们想想，在5000多年以前，那时候已经可以做水晶的东西，当然那是偶然性的一个行为了。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300多件玉器，还有一些石器。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原来林家滩人他喜欢一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种我们称作为黄的啊，就是这样一种黄的戴在胸前的这个东西啊。到了87年挖完以后，因为有一些变故啊，所以呢中间就停了整整的10年多，将近11年，一直到1998年才重启了第3次发掘。那么第3次发掘，那是一次大面积的发掘，也是让林家滩走向全国的一次重要的发掘。这一次发掘里面，一个挖掘的面积很大，出土东西很多，
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一种语音，也是87年这个时候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当我放这一件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人想，哎，刚才不是放过了3件吗？但是这是另外一个目的了，另外3件东西。那么这给大家带来一个疑问了。刚才我放了3件东西，那是一个目的出来的，这个3件东西也是另外一个目的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工地上就开玩笑就在说了，怎么一出来就3个了啊？因为它跟我们2010几年以后的国家政策还不一样啊。我们想想2010几年以前国家政策是什么？就是我们结婚以后一般都是子孙生1个小孩，对不对？我们当时开玩笑啊，当然这不是的，不是父子关系之类的啊。我说，哎，怎么一出来正好是3口之家了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还很有意思啊。这个一下就出了6件这个东西了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件，虽然说是在一个残墓里边，因为这一个墓葬它被3个近现代墓全部打破了，就剩下一点点的，但是恰巧就在这剩下一点点的这个里面，发现了一个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李家滩代表性的羽龙啊，这是一个无可变异的这样一种羽龙的这一个形态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符号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东西的，也还有一些玛瑙啊，这是玛瑙质的一些。但是我们除了这一些东西，因为当时的发掘面积比较大，所以在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精美的玉器和石器，同时它还出了另外一些玩意儿，这些是边角料，就当时制作以后剩下来不能再做其他东西的啊，这里面有钻心，有一些切割下的一个三角形或其他一些东西，在一个墓葬里面就出了111件的东西，也说明这一个墓主人他生前虽然说并不是太富豪的，因为他随葬品总体来说跟我前面放的那些墓葬相比的话，实际上差了一大截，但是他把这些东西都当做自己的财富随葬到了自己的地下世界里面去了啊，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废料在这。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墓里边的，它虽然说只有几件东西，但是这几件东西引起我们很大的一个好奇，因为它有砾石，就是当时磨东西用的，它有2颗石心，那就是当时钻孔以后丢下来的东西，还有另外还有一个玉环之类的，就很按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他其实算不算一个很富裕的人？但是他有一套工具在这，也随葬下去了啊。所以这个也就说明了，李家滩的很多玉石器实际上是有自产自销的啊。那么从98年以后，然后他获得了全国10大考古发现，到了2000年新世纪的一个开端，又开展了第40的发掘。有高峰，它就有低谷啊。你看它连续几次一直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以后，等到第40发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然后这一次发掘，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后面就几乎就没有人报道过。这一次发掘面积虽然也不小，但是它总共就出了30-40件玉器啊，加在一起也没多少，就让我们整个的考古工作队就很失望。当然这个低谷。它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大好的这些产品里面，反过来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李家滩的一些制作工艺技术方面的信息了。等到2007年底，我们的第一任领队已经面临着退休了，他是最后一个，到08年他就退休了，所以他也希望他半辈子都在做李家滩，希望李家滩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他的坚持下面，后来也获得了国家局的批准，就进行了第5次的发掘。那么这个第5次发掘实际上发掘的面积不大，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个收获是很微薄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出来。这也是考古我想如果是经历过考古的人，其实大家都明白，考古总是在你充满了希望的时候，经常给你一瓢冷水，让你失望。当你已经感觉到我已经痛不欲生、快绝望的时候，你如果坚持一下，他往往又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这是当年我们带着一批小伙子，现在都成了我们各地的一些骨干了都剃了光头在这干了1个多月，
没干出啥玩意出来啊。这是当年他们刚开始之前，但是过了1个月以后，突然一下，我们07年的第23号墓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啊，是在我们第一批的发掘探方几乎就挖空了的情况下，然后转移了一个战场，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刚开始也没啥，这是最早出路的一个东西。我想，如果大家不熟悉年代，看到这一块石头，可能大家都引不出兴趣来啊。这就是一个光溜溜的一块石头，刚开始我们也一直没有在意，就让它在这晾着了啊。最后，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了一点东西以及现象以后要扩方，就把这个地方扩大一点。这玩意儿太碍事了啊，因为挺大的，70-80厘米了。这么大一个很碍事，就要把它搬掉。扩方以后就把这些上面的土都要扒掉以后搬掉。结果一搬掉以后就发现，哎呀，原来它不是块大石头，它是一个猪，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还是有獠牙，它是一颗野猪啊。这一只猪现在我们测过以后是知道它有88公斤重啊，就跟我们一个成人的重量是一样的重的，而且是栩栩如生的。当这一个东西一出来以后，我们知道这个项目一定是有重要的收获在这儿了啊。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些发掘啊，这是当时把猪抬出来的时候啊，我在现场拍了几张照片，你们可以看到大家都特别的兴奋。那时候这一个23号墓还没有出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必定会有啊，所以大家都很兴奋。连抬猪的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其实也都喜气洋洋的啊，一个人也是抬不动的。这个出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你看它23号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观了。当然，因为这个墓葬的出来，所以我们大家都费了很大的力啊。这是我们当年第一任领队一双大手正在认真的替拨这一个刚刚出土的一些玉器啊。那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掘，总共这一个墓葬我们挖了20多天啊。当时我们觉得我们花了20多天挖一座墓葬已经挺不错了，已经够细心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以后，我们觉得可能当时是不是还是太粗糙了一点。当然这也是因为时代环境决定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如果是放在现在20年以后挖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会搭这样的大棚了啊，一定是一个高档大棚在这个地方，而且说不准里面还能放空调了。那当时这挖的这个事情，这是2层。你们想一想，这个2层塑料布蒙着，因为我们要防范一些未知的一些可能性嘛，所以2层塑料布蒙着的，只有一面是敞开来的，朝这一面是敞开来的。那里面在6月份和7月份这个高温天气下，我估计比你们深圳这边的这个气候还难受啊！里面放了5台电风扇，我很清楚。放了5台电风扇就持续在那吹，那还是蛮大概一般人进去干2个小时以后就得出来透透气了啊！这是一个工作的场景啊，这是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一些场景啊，当然也包括我们一些小娱乐上面的。最后大家把东西都提取出来啊，我们从左边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为了我们保证这一些重要的东西不被我们自己所破坏，所以我们下这一个坑的时候其实都是光脚的了。大家都很清楚，不穿鞋，万一穿鞋的话踩到哪一个呢是不好的，所以都光着脚在下面去踢的了。最后露出了这么一个真容。那么23号墓，这是作为目前临南滩最大的一座墓葬，它总共有7平方米啊，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小厨房这么大的一个面积，但是它出了340多件东西啊。以前我们报道是330件。但是后来又把有些土再剔开来以后，又发现了一些，现在已经达到340多件，其中玉器呢210，准确是209件，因为2件后来对在一起去了啊，分了好几层的一个铺垫，光玉石器加在一起就超过了300件，陶器反少了啊，说明这个林家滩这个人，我们从其他的墓葬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林家滩人他很崇尚玉石器。对于陶器，它其实无所谓，一个墓里随便埋那么几件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墓的一些场景啊，这是最下层的，也是在有墓里有墓外，中间那一部分是最下层，在棺底，就是贴着棺的，放了棺内，在棺底下
平铺了28件的东西，整整齐齐的铺垫的，它一点都没有大的一些扰动，说明它就是一个原生状态的那么后面这个墓主人就是躺在这一个上面那么躺上去以后呢，他身上还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人，这是一张全景照片总共340多件东西就在这儿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每一看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所以23后面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话，它不是依靠质取胜，它是靠量取胜。我东西很多我从来没有这么多，其他的最多的也就100多件，它有300多件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因为它在腰这里，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腰带这个位置它还在实际上是在大腿的位置下垂了，有这么3件东西，这3件东西其实很奇怪，大家一看看不出啥来，这不就3个这个圆圆的这些东西，当时我们在提取的时候实际上也看不出来我们如果做过考古的人都知道，我们每取一样东西我们就要去写标签，所以这个标签我们实际上改了3次刚开始就把它写成这一个这个扁圆形器，这样扁圆形器就用一个形态完全描述，然后后面又觉得一翻开来一看，后来发现不对劲了一翻开了一个，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扁圆形器后面我们给大家放到这些图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当然它多嘛是多了这个，那么右上角这一些绿色的它放到哪里呢？它盖在这个人脸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盖在人脸上。所以我们有的专家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玉符面，就是盖着面的这一个我们如果了解汉代考古都知道，我们汉代有文明那可能更高端一点做一个箱子往头套着的实际上早的时候它就是拿个东西盖在脸上。实际上我们想想，我们到现在为止当然我们城市里面不存在的，如果在农村里大家经历过的，如果说有人去世了以后，实际上脸上也还盖一点东西一个是盖白布，实际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农村里边如果去世了人的话，脸上还盖一点草纸什么东西的就把它盖着实际上在5000多年它不是盖草或者盖什么东西了，他拿一把玉钺盖在这个脸上的。那么左下角这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左下角是我们挖出来的，就在这一个墓主人的两臂的2个胳膊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谭教授刚开始给他设的谜，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解一部分了。在每一只手上面，这一个墓主每一只手上面戴了10个镯子一边10个而不是一起10个这个所以他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前几年当然也是你们广东广东有钱嘛，广东有一则很著名的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出嫁的女儿满身带着金器这样一种的，那才是显得豪横的这个时候在5000多年前，他一只手戴10个镯子，还不包括其他东西，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墓主人当年是多么的豪横的那这是豪横的，你再豪横，但是它有一点小尾巴还露出来了。既然在这么大的一座墓里面，前面我跟大家说了，有一些墓不是很富裕的，在一些墓里面，它随葬了很多边边角角的这些小玉料。那么在这一间大墓里面，它竟然除了340多件东西以外，它也随葬了这一些玉的边角料就是很小很小的，有一些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了。那说明什么呢？只能说很珍贵的这些东西连小边角料都很珍贵的。其实玉肯定就珍贵，一直到现在为止，你们广东现在好几个地方我们有新会有山东这边都有这个玉器制作市场，实际上他把人做的哪怕一点点大，他都做出个珠子，它也是很珍贵的，确确实实在5000多年以前更珍贵的这样一些。实际上到了07年以后，我们李家滩的整个的主体发掘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第一任领队也退休了，那么后面就我再接手做第2任。但是我接手以后呢我自己我也感觉到自己手气很差干考古需要手气的我手气很差，因为我干一辈子考古就没有挖到个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也很自觉。所以当我接手以后呢，我就不挖东西了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当然我好听一点，我是说我
在理念思路上，我做了一个转型。我说我从玉器到聚落，我开始做聚落考古了。因为聚落考古挖不出好东西无所谓的啊，不然的话我要想不能挖的好东西，我年年挖年年难受，因为挖不出东西来啊，所以我就干脆做聚落啊。我去在外面去跑调查，我在外面我做生活区嘛，我生活区我也不挖房子，也不挖什么，挖垃圾。那时候当时这个老百姓吃了不要的这样一些东西，我就做这些方面其实做了10年。当然我就下决心就不做这一块挖好东西的。但是有时候刚才跟大家说了，考古经常就是这么一些，让你失望，让你希望。在26年的时候，也是做了一次很偶然的抢救性清理，就是老百姓迁坟，那迁坟的话，我就必须得去干啊！我是领队，我当然得去干了。结果在迁坟的时候，又出来了几十件东西啊！这个不是我自己想的啊，是被迫的啊，被迫挖了这么一些好东西，也是我可以说。我这一辈子挖的最好的东西的，就这么一点啊！大家一看，也还是挺不错的这一些啊。当然跟其他的一些墓葬相比，还是我发现这些还是差了一截子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墓，因为被现代墓打破了嘛，很惨的。但是有一件东西一出来，立马就引起我的一个重视了。就这件东西，实际上只有不到5厘米，差一点点。我立马就想起了当时报道的材料当中有一节子跟这件很像，我就想它两者是不是一起的呢？因为那个也是断掉了一点，那这个更是断掉一点点。那个是当年那个老百姓挖坟的时候挖出来了以后就上缴了。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残留在这一个现代坟的边边角角，没有被捣鼓的这一块。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很高兴。后来我就让当地的博物馆人，因为这件东西当时在县博物馆，在另外一件东西在县博物馆在展览，我们还没有当时直接去对，我就让他们给我拍一张详细照片，通过照片一对，果然能对上。当然后来实物一对更是这样，那就让这一件东西就完整起来了。后来我在这说故事的时候，我说这一件是经过了31年以后，5000年以前他们是一个。然后分家了，然后经过了30多年的分离，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它又团聚在一起了。所以这是在灵阳滩博物馆在做展览的时候，我特意让他们做了一个独立柜啊，让他们把这2件东西，我让当地的讲解员，我说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一个故事啊，一个上面讲一个团圆的故事，因为它两边湖首是一样的。一个讲一个团圆的故事，另外一个还可以再讲一讲，就是我们在做考古工作当中，一定是要细心再细心，因为这一件东西是在一个犄角旮旯里面出来，就是在现代坟的犄角旮旯里面出来。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可能他们就永远再也没有团聚的机会了啊！这是一件。当然，我们还有这一次迁坟的时候，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又出现了2个人。当然，这2个人就很可惜了。他2个不是一个人，因为我在现场后面一直在这个分析他们的大小，他们这个形态都不一样。我判断他应该是2个，一个是头，一个是跪着的啊，右边那个是跪着的一个人，只剩下下半身了。然后左边这个是只剩下人头的这一点点了，连眼睛都没有给我露出来。我们都看不出他眼里到底在想着些什么东西，就是半睁着眼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这是一个。那么这2件东西为什么很重要，这么残缺呢？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跟以前我们看到的6件人家它的玉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一点的。那么16年以后，其实我还是继续在做我的聚落考古，就是挖垃圾啊。当然我后来18年就离开了这个现场了。我们有新的更年轻的领队去接任了。那么在22年的时候，又一次收获，也是意外的，因为那个地方是原来是老百姓的房子，在拆了房子就拆迁了以后，然后要在那边去做遗址公园的一个小的一个小休息场啊，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坑在这里。那么这个坑刚开始也没有引起注意，就是一堆红烧土啊，那就是很不起眼了。红烧土上面有一些白的一些粉末，可能是被破坏的一些玉器了。
但是当一挖下去以后，出了一坑的东西，这一个坑里面就光一个坑里面有200，刚开始报道是240多件，后来是260多件，具体的现在正式报道还没出来，就是200多件。那么这200多件里面呢，它光是这个用石头做的这个月啊，它不是玉月，石头这个月复原起来的达到了60多件，还有很多没有复原起来的啊，估计得有70、80件以上。这么多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墓葬有这么多的玉器，而且这不是个墓，这是一个坑，这个坑还被火烧过，就是当时有一群人在这个地方聚会了，在这烧了火，烧了火以后，然后把这一堆的东西扔到了这个火堆里面，有的炸裂开来了啊，因为很多上面已经被烧的都已经变形了啊，石头都已经开始烧变形的一些，明确是火烧了。这个当然后面经过科大呀，我们的一些专业工作者也做了一些分析，这包括它的烧成的温度多少，都已经做了一些成果还没发表。那么这里面有大石月，有小石月，大的能达到38.3厘米，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它最大的一件石月是在这个坑里面出来的啊。当然也还有一些黄啊之类的啊，密密麻麻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这是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这不是真实，这是我给大家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就是我怀疑可能就是当时有一群人到这个地方举行了某种聚会，那么在聚会时候啊，肯定是要跳篝火晚会的啊，然后是不是饮酒咱们也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有这么一些场景存在，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东西扔到这里面啊，我有一个猜想，纯是猜想，他们是不是有某种会盟的这种场景存在的？因为石月在远古社会，特别在5000多年以前，虽然说他们不一定是作为这个军权的一个象，但至少它是某种力量的一个象征了。大家很集中的往这个扔，一定是有它的一个意图的。当然后来在这个坑的边缘，火没有烧着的地方，还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大家觉得它是什么东西呢？是 pig， 不是 dog 吗？你们怎么一眼就能看出它是 pig 呢？哇，因为 pig 的鼻子跟别人的鼻子不一样，对吧？啊，是的啊，真是 pig， 但是它不仅仅是 pig 啊。它 pig 它没腿，没有其他的东西，这又是林家滩一件很神奇的一件东西啊！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办法去解释它到底是干什么用。这个就在这个坑的边缘地方啊。所以像这一些东西，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啊，这是5000多年以前大家都知道的。但如果说我们不是因为有了答案这个，有谁敢相信这是5000多年以前的东西呢？这林家滩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神奇，其实很多刚开始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首先一个不可理解就是5000多年以前这些原始人他们怎么做出来这一些东西的，就怎么做出来。接下来深入一点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你看林家滩它能够在那个时候兴起来呢？这兴起来一定是要有理由的，对吧？你们深圳的我们朋友们都知道，那深圳的兴起，深圳之前虽然说也有历史，也有很长的这个历史底蕴，但是深圳最引是全世界注目的是什么？那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对吧？从改革开放以后有这么一个兴起的这个机会出来了，然后经过大家的持续不断的一些努力，来达到这个成就的。那么他既然想兴起，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它也不行，所以它又为什么又如何来兴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很多就带给我们考古工作者去思考了啊。这是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林家滩目前的一些成就。那么我们再往下就是细致去解读一下关于玉石器这一块啊。实际上林家滩的玉器和石器它的发展都是很不错的。因为玉石都一样，制作工艺这一块也是差不多的。这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我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啊。但总体上它们的里面是钺和奔，石器当中是数量最多，是石器钺和奔啊。那奔嘛是一种
做木匠用的这样一种工具了。那钺，它可能是做木匠用的，也可能做砍伐，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工具啊。这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有这么一些工具和一些产品。那么林家滩的石钺，我个人觉得它有2种颜色是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林家滩人他很崇尚花斑。我们现在你们要到市场去买玉器啊，不讲买钱，你们如果说想买玉器，玉器上有一点瑕疵，那个价格肯定要跟老板们使劲去砍一砍价了啊。但是石器实际上也是一样，当然石器我们更花点好一点。林家滩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喜欢这种带花斑的东西，他大量的石器上面石钺上面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花斑。但是他除了花斑以外，他还有一种也挺重视的，我把它称作叫凝重的青灰色，就是一种素灰的啊，什么颜色都没有，就是一种灰灰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一种呢，也是都是做一些让我们感觉出来是比较重要的一些石器，包括那一件4.25公斤8斤半的那一件大石钺也是这样一种的。它的其他大石钺也都是拿这种做，就2种颜色，这是林家滩的一大特点了。那么它的玉器的品种当然是很多的啊，但林家滩的玉器的颜色，它有绿的，有白的，有透明的。当然在质感上面，它肯定也是，既然要用玉嘛，肯定是讲究亮和润。我们到现在为止，买玉也还是要亮和润才重要的一些事情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么从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个颜色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料子跟材质这一个啊。虽然说林家滩这一个时期，它的玉和石的料都是比较杂的，但是它已经有一个发展了。它的大多甚至说绝大多数都是用一种透闪式，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这种软玉、真玉这一块的啊，也有少量的乱七八糟的啊，包括这个水晶、石英、玛瑙这一块。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就说在市场卖的话，它不当做玉卖的啊。如果当做玉卖的话，你们都要去投诉了啊。但是我们在做古文化研究当中，一般还是把这个也当做玉，就美石为玉的啊，说明他们还是欣赏这些东西的。哪怕是有一些他们石器当中啊，这是我经过仔细观察的，有一些石器当中，实际上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石，但是里面还存在着一些类似于像玉髓这一些啊。如果说我打光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我拍照片特意拍的。打光以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背光打过来以后，它还是有一种半透明的这个絮状的东西的。当然你说对啊，背光一打了以后就能够看出来透明不透明啊？那透明的就好，不透明就不好吗？那我们看右上角这一个啊，那是相同的两件玉器，一件是没有受沁啊，就是没有再放在地下几十年别的东西进去，打出来还是透光的。第二件你怎么打它都不打，它受沁了啊，说明但是它们原来的材料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材料这一块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当然对这些东西我们光靠肉眼不行的啊，我们还做了一些科技的介入的。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我们用的比较多啊，包括用 XRF、用拉曼、用扫描电镜啊，包括大轮体，我们做了很多 XID 这一块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分析。所以我们说出来这一些并不是说这个凭空说的，都有科学依据存在的。当然对这一件东西，这一件珠我们特别的关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珠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想那张照片一放出来以后，你们觉得是一个什么珠？你们觉得材质是一个什么的？石头的。是什么？石头啊。是石头。你为什么说它是石头啊？颜色像。看的大家看的都是石头，对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是我们刚开始就叫它叫石珠啊，是一个石雕珠，没有问题的。但在后面呢，也有人觉得这个这么大只叫石雕珠好像不大对劲嘛。当然后面中间也有一段时间把它称作叫玉雕珠，但是一旦在博物馆里把它放成玉雕珠，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很奇怪，这是玉吗？没有人能看出来它是玉。当然在这个时候，它到底是玉还是石呢？我们得要把它弄清楚啊。但因为很可惜，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把它敲一下，敲一块碎片下来，我们上一个机器去看一下。所以后面采用了很多种的一些方法，都做了一些尝试。结果呢，尝试以后呢，总体上来说，你们的判断啊，包括小朋友的判断是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呢，它这个里边呢，也不是我们一般的石器那个里边就是矿物，就是那些石材的这些成分，它还含了一点，还真含了一点玉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啊。我们做了很多，不仅在我这一个地方做了，我们包括在这个故宫那边也都做过的啊。当年在故宫展示也都做过，它确实又含了一点点的这个玉的这一点成分，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妥一点的称呼，那就叫玉石珠啊。但叫玉石珠，我们又有人不同意了因为有些人他坚决反对这样一些东西。但我想这只能说目前呢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这一种方式了啊。就是总体上一看，我想我们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一问他了，大家都说是石珠啊，但是现在说它是玉珠，大家都不相信。但是检测以后呢，它又还有一点点的啊。这是跟大家讲一点故事，也讲了我们科技在这个里面应用的一个重要性能够比较好、比较客观的能认识这样一些事情的啊。那么在这些玉石器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器物啊，我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一个就象征啊，就是我们模仿动物的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形态的啊，有乌龟的，有龙的，有猪的啊，甚至有一些人觉得中间的一个是一个像小兔兔一样的啊。当然这个东西嘛，就是大家旅游一样的三分看七分想当然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那么人后面我就讲了，前面没有给大家解释的。这人有3种姿势，貌有2种形态，那么姿势总的形态都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形成的才会这样一个东西啊。你包括现在你们上在大街上，如果说你们走上大街上的，你们都这样走的话，一个人走大家觉得奇怪，如果3个人都这样走的话会怎么样子？那估计那要么就是那个环境局的，要么就是警察就要来找你们了，对吧？这是很奇怪的。但是他真是3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神态的神态是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他们除了这个一样，那6个人当中其实还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一个腿长，一个腿短是不是啊？有腿长的，有腿短的。那腿长的我们知道，那肯定都是站着的。那么腿短的呢？是坐着的还是？这是蹲马步了要蹲着的话，你们小朋友们，你回去以后你们去看一看啊，待会你们就试一下，你们能不能蹲出来？你现在坐着是这样子的但如果说你蹲着了会怎么样？你蹲着舒服舒服？好，待会你们小朋友们可以试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也很难去说你到底是坐着的还是蹲着。如果是坐着的话，我们感觉到好像又有一点不敬的味道如果是蹲着的话，这真的要有功夫才行的就是他们的腿是不一样的右边这3个实际上短腿的，实际上他就没有表现出这个大腿的部位，小腿表现出来，大腿部位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它明显的这个胯部这一块就变宽了，跟左边3个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特点的。那么第2个帽子这一块，那6个帽子都是戴的这一个光帽而且这个光帽，我们原来有一个著名考古学家王仁香，他曾经专门写过原文。这个光帽的顶上，这个顶部实际上它还有一道就在这个位置还有一道脊梁它不是一般的，它还有一道脊梁，所以它把称之叫纵梁冠，就是纵横的纵有一个横梁的梁，纵梁冠就这样子戴的。当然这都是一些比较高贵一点的。但是后来出了这么另外一个帽子呢，这个帽子的这个形态是一个什么形态呢？它跟那6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按照一个老百姓的俗称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他戴的不是纵梁冠，他戴的是瓜皮帽那就是一半的或者说我们在电视剧上有时候看到，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我们以前看这个济公和尚那个电视剧的济公，他戴的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有一种瓜皮帽的这样一个形式，而且它是一个半圆雕的。所以这一件东西跟下面这件跪着的它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你们认为他那个就是蹲着的，那么我们就有站着的，有蹲着的，也有跪着的。哎，这3种姿态在宁家滩的人当中都有体现了。那么戴着帽子当中也有体现，有2种不同的。那么它们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哪里呢？宁家滩的那6件的玉人都是很扁平的，就类似于我们在一个玉片子上面刻了一个人啊，或者称作一个浅浮雕也行。但是中间这2件，它是一个圆雕和半圆雕，这种技术风格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又给我们带来一些疑惑。但是可惜的就这中间这个圆雕和半圆雕，也是在老百姓迁坟的这个一件还好，还是在这个5000年前的坟里边出来的，还有一件已经脱离了这个当时的这个5000年前的坟，是在现代坟的一个犄角旮旯里面出来的了。也是我在那边去打收场的时候，把现代坟的填土打了一个，突然发现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就下面跪着的这一个东西。所以我在编号的时候，我就没敢把它编在5000年前的这一个墓里边，我单独编了一个现代坟号里面，因为它确确实实出在里面。但是可以判断它一定是这个墓里面出来的啊。这么还有一些是当时兵礼器这一些东西的啊，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的啊。那么当然下面这一些像勺子啊这些东西啊，到现在都还是有不同的人去研究的。除了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以外，其实你看大量的玉器是一些饰品啊，就是这些饰品呢，它有直接穿在身上的，比如说挂在耳上啊，当然有没有戴在鼻子上我不知道啊，现在有挂鼻子，反正戴在耳上的或者直接接触肌肤的这些东西是有的，也还有一些挂在胸前的啊，也还有一些可能是放在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东西了啊。不一定都用到人体上的，还有不少。我们现在说宁家滩有1000多件玉器，实际上它是包括了我们下面说的，我把它称作叫过程产品的，就是边边角角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啊，才1000多。实际上好的东西还是相对要减一个数字的。那么这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去做成的了啊。就是我把它称之叫平凡的工具，精致的工艺。那么我们在宁家滩目前的这一些制作工艺技术的观察里边，除了有一项东西我们还不能肯定，可能也没有啊，就是一种我们现在称作驼工具的，就是轮子啊，那个做的速度很快嘛。我们现在做基本都用这种驼来去制作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驼的痕迹。那么其他的技术，我们当今所拥有的各种手工艺的制玉的技术，当时几乎都有的。也可以想象，在宁家滩那个时候，宁家滩人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创新，但是他的创新呢又不是太足太深厚，所以他把这一系列创新主要是用表现一些器物的立体形态来使用的。所以我把它总结为叫做以形的塑造来表达这些东西的一些特点。但是它的纹饰的一些使用，其实在宁家滩并不多见啊，就是用纹样。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爱好古玉的朋友们，你们如果看了良渚的玉器，你们首先感到不是良渚玉器的一个量有多少，你们看良渚的一些纹饰特别发达，特别的繁缛啊，那就雕刻的就无与伦比的。但是这种纹在宁家滩来说还是很简约，它有这些寥寥几笔啊，并不是多见的啊。我们看一下它究竟是大概怎么做的。首先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手上掌握的宁家滩的制作玉石器的工具就这么一些。当然有一些你说有一些有机质的，那它烂掉了我们找不到啊。这个无机质就这么一些，一个就是砾石啊，就拿来磨东西。我们现在磨刀石这一块啊，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砾石啊，有的把它称作有一些是砾石，有一些是磨石的，反正都是拿来去磨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实它们中间又有分类啊，有一些很硬的，甚至用石英砂来做硬度
超过6以上的这样一些，有的印度只有2、3个，博士印度只有2、3个的，就是很软的，就细的那种，所以它们之间应该是在这个玉石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功能需求的，这是一个工具。当然，另外一个工具呢，我们发现的比较少，在98年的时候，我们总共就发现了1件，后来在我手上陆续的发现了几件，所以它并不是说是唯一的啊，已经发现了好几件。它肯定是一个工具，肯定是一个做玉石的工具。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来用的？这个目前在国内外的这个专家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争议了啊。有的觉得它是拿来去把一个孔做好，把孔里面然后搅一搅啊，让孔光滑的啊。有的是认为它是拿来去支撑一个轴承，做一个轴承来支撑在上面放一个转盘。也有人认为它是做其他一些打磨用的这样一些，都还有不同的。当然，这也是我将来要研究的一个重点了。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这个我们凭猜不行，我们只能做科技的一些观测和一些模拟的研究才能行的啊。这是目前已经发现了不少件。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在5000多年的时候它一下子发达起来？实际上，它从7、8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起始状态的一些东西，但是到5000多年一下子蓬勃发展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东西啊，这些很多痕迹的。我推测它是有不同的一些作用的啊。这是我做的模拟的，但是我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只是为了拍这张照片，用这只手拿了，我没有真的去拿它去搅啊，那就是破坏文物了啊，只是为了拍这张照片。让大家知道是可能存在这么一个使用方式啊。那么它还有它的使用面也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有2个不同方向的使用面，这个还有2个使用面，所以我觉得它如果说做支撑这个转盘，或者说做其他用途，可能不一定很妥当啊，还是直接拿去磨一下。当然，一气多用也是可以的啊。我做了这个用的时候，我同时我顺手我就拿来去磨其他也是行的啊。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流传过程？就是当我们看到左边这些泥浆滩，然后还有其他几件银河，然后我们再去追溯，一直能追溯到8000多年，差不多9000年，我们在遥远的东北的小南山遗址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类似的东西了啊。然后到了5000多年时，我们浙江那边出了更多啊，那是一窝一窝的出的。当然，到更晚的是到2000多年以前，到春秋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在陕西有一个制玉珏的一个作坊里面，一下就出了几千件，啊，这密密麻麻的，就是陕西一个周原的齐家制玉珏作坊，那密密麻麻的一窝一窝的出来了。这是，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了这个是另外一种工具啊，目前我们看到的可以确认的工具大概只有这么一些了。那么有了这么简单的工具，他想做好东西，他一定要有技术了啊！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那么它这技艺方面呢，我们简单分类一下，各种各样都有的，有浅浮雕的，有圆雕的啊。这一件猪这个圆雕其实它很简单，就是在头部雕了一下，从脖子以下一点都没有雕，就很简单的一点点。当然我们可以看出它这个尾巴屁股这一块就是一块大原石啊，这是技术。当然我们讲的技术这一块涉及到它的一个基本技术，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玉料石料，它拿了一个多先切割啊，这个切割线切割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加上用线加上一个绳子来切割，这是连它最普遍的一个，而且还有少量的一些是属于片切割啊。线切割我们是属于一种比较软性的切割的，因为绳子很软，那绳子软呢，你们小朋友能把绳子这个软绳子能把石头切开来吗？啊？它一定要加东西才行啊！你光靠这个绳子来切这些硬东西是切不了的。但是我们只要加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加上沙子，你立马就能切好它了啊！我相信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只不过花的时间要长一点点的啊。不加沙子是切不掉的。那么片切割实际上是一种硬切割的，就是拿石头跟石头这样一种的，然后用一个薄片的啊，那个你也可以再去加一点沙子也行的啊。
但是它两者切出来的这一个痕迹是明显不一样的。因为线是软的，所以它切出来的痕迹都是一个弧线的啊，抛物线型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抛物线、弧线的。片切割它切出来基本上都是直线的，也是硬东西的啊，这是它们一个差别了。那么对于有一些东西的切割，像这个挂到耳朵上，我们现在就是耳饰了啊。原来5000多年前、8000多年前都有这一种耳饰的，传递的很久远的这一个。你看它这个看起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挺有特色的。因为我如果说给大家一个小圆的这个玉也好、石也好，甚至是玻璃什么其他任何一个东西，我让你们去在上面打一个缺口啊，就这样干一刀。你们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干？如果说你们有硬工具啊，有这个锉刀或什么东西啊，那你们怎么锉都行。但是如果说我给你一个软工具，你们怎么去切？你们首先是从哪去下手？你们去想一下啊。一般的肯定都是从里边啊，从这个环的里边往外拉，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了啊，最省劲了。但是你让它大量的，它不是从这个里边啊往外去拉，因为这省劲。但是你看它不是，它是横过来拉啊，从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拉。那横过来拉，你首先要把这个东西要能够控制住才行的，实际上挺费劲的。但这么费劲，它恰恰有这样一种方式，这也成了它的一个特色了。当然不是你看它唯一有这样一种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你看它比较多的出现这样一个啊。你看一般的是从这个往这个地方拉才对的啊，或者从这样拉过来，但它偏偏不是，它是从里面从这边往这边来拉的这个，那么留下来的痕迹就是它呈现一个比较长的这种痕迹了。这是讲的这样一个切割的方面的。那么钻孔是尼亚滩很重要，不仅仅是尼亚滩重要，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甚至世界上史前的玉石智慧意义当中，钻孔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记忆了。我把它称作是类似于，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当代的这种芯片工艺了啊，是最新进的、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之一了。那钻孔呢，有这个不同的一些方式啊，最简单的啊，就拿一个石头敲敲啊，所以它的面很粗糙的这一些呢，就是琢孔，就是把它打琢一下的。当然，第二种是实心钻啊，就是拿一个硬的东西啊，像一个钻头一样，一模的把它钻下来。第三种是一种管钻，就是用一些竹竿用一些竹管子啊，甚至鹅毛管子啊，这些只要是空心管子都可以的。这个跟刚才我说的那个用线切割是一样的。你光用这一种竹子的，用这个鹅毛管这些带领，肯定你是钻不了的啊。它同样要加砂，只要一加砂，它就能钻下去的啊。这是几种各种各样的尼亚滩的一种啊。尼亚滩目前我所见到的最小的这个直径留下来的直径是3毫米啊，大概3毫米左右。再小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的。那么这是各种各样的管，有的管钻呢，它为了一个重复利用，或者说更好的利用这个原材料，所以它是在一块大料上面，它不停的转，一环一环的转啊，转了大的再转小的，再转小的，或者说先转小的再转大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在有一些上面我们就称为叫套材啊，就这样能够节约原料的。这是各种管钻的一些痕迹都可以去看出来，能证明它确确实实这样一个管钻下来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你看它比较发达一种斜钻孔，钻孔我们说直着，它还有斜着钻的，这就不容易了啊！在一个比较薄的这个扁平的这个片子上面，能够斜着打一个穿孔，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打隧道一样的。打隧道你直着打可能还容易打，但是那个你可能会把地球给打穿掉了啊！当然地球肯定打不穿了啊，但是如果斜着打，它就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还能够对起来，这就一个斜的我们把它称为叫锥孔，就像打隧道一样。那么锥孔怎么打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锥孔是这样子来弄的，它不是直接斜着打，那是打不了的。它是在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先打一个小孔下去，然后再往里边再打一点，再往里边再打一点，这样的话到了一定时候以后，
它那一个转距就会斜着进去了，啊，这是它的一种方式啊，就这样子来做啊。当然这另外一个我们那么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在有一些细部上面、工艺上面也还是挺讲究的啊。我刚才唐教授说了一个这个耳朵上穿了一个孔，那穿了孔呢，就一般就是反映它要戴一个耳环之类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一个穿孔，我们也做了一些观察啊。一个它是从背面开始转，而不是从正面转，从背面转。从背面转了以后，一旦转了以后，它会有崩口啊，因为有时撞崩掉了。崩掉以后，对这个崩口它怎么办呢？继续去处理啊，就对这个崩口的边缘它是比较毛糙的，毛糙了以后，它再用一种纵向打磨的方式，让这个崩口能够变得圆滑一点。虽然说这是玉人上，它也不会真正的戴，但是反映了古人当时他做这个无效的劳动，实际上他反映了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啊，他也不希望这个玉的人戴上耳环以后，然后让耳朵难受这样一些的啊，这是在。那么还有一种工艺是在宁亚滩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更换转距的问题。这是在一件石月上面，我们同时看到了有3个转孔。首先，这3个转孔大小就明显不一样，就是不同的转距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这是3个位置。那么我们仔细看一下这3个孔，其中顶上的一个孔怎么转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先转一圈大的，再转一圈小的啊。这是一边侧面一个，那个顶部这个孔先转一圈，再转一圈，再换一次，这样明显的就出现了3个大小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它能够转得更深一点、更稳一点的啊。那对于这个制作，刚才讲的是技术上面的，那么工艺上面这一块，工艺涉及到人文这一块的，宁亚滩的齿纹的制作，或者说我们一个变形的一个制作，它是很多见的。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做齿纹。本来我们一般的东西啊，都是一个圆润一点、比较漂亮一点的，但是宁亚滩人他很奇怪，你是圆圆的，这个线条很流畅的这些东西，他觉得反而无所谓，他一定要把你这个给它打破的，所以他就搞一个齿一个齿的啊。本来这个圆溜溜的这个摸起来都很光滑的这个外缘，他把你打成几十个齿，打的最多的有80多个齿在上面啊，这反而成了它一个特色。不光是打这种齿纹上面，我们右边这个我们把它说的叫出廓啊，就轮廓的这样一个廓啊，就是也是一个很流线型的这么一个线条，它偏偏要把它要出去一点点啊，不是在上面出去一点，就在下面出去一点，就是让你感觉到不一样啊。这就叫，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叫艺术啊，艺术就是有不同性在其啊。我也就打一个不好听的，当然不是冒犯谁啊。我们很多艺术家其实也都是跟我们人长得都是一样，2个耳朵1个鼻子，对吧？但是他要表达跟他不一样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有他的独特的一些东西啊，或者留个长发，或者留个大胡须，这就显示不一样。艺术就要有这样一种表现才行的。你看他这个他也是希望能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来体现他的一个自身特征了啊。那么还有一些是一些减地，就是把本身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把它降低一点点，叫减地啊。减地以后它就有一些立体感了啊，就像这一块，它把外面降低了一点，然后在外面再去打一点齿，这就有一点立体感，不是一个扁平的啊。那么还有一些阴刻之类的啊，还有一种在宁亚滩比较用的多的就是剪薄，它跟剪地不一样，剪地是把有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台阶一样的啊，就本身这个平过去的突然降下去了，这是剪地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呢，它把中间比较厚，两边变薄，就像一个坡一样的啊，不是一个台阶，而是一个坡，这些都剪薄。那剪薄这个实际上在东北呢，在我们太湖流域也有，在东北的红山文化当中也有的啊，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现象。但是你们看很多的其他地方的玉器，它就没有这种剪薄的工艺了啊，这是剪薄了。当然掏膛在宁亚滩，也就是在中间把它掏一下啊，这个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把中间给它掏空了啊，抛光我们可以看出来，宁亚滩这个抛光，这是我特意拍的照片，其实抛的效果还是很棒的啊，真的能让你感觉说，虽然说达不到照镜子的这个程度，但是也还是闪闪发亮的啊，是抛光的。有一些你在上面都一点都看不出痕迹来了，再还有一种镂雕，那镂雕这一块呢，
在林良滩其实我们很少见。所谓漏掉，其实我们讲说叫现收啊，就把一个平面的东西，我怎么样打破这一个平面？我们如果按照以往正常的方式，我们只能在外面啊，我给你一块料子，你撑死了在上面刻几样东西，或者在外面你搞得奇奇怪怪的，像刚才打齿轮一样的。但是它开始在中间把它镂空掉，实际上这个一镂空掉了以后，就有一种一体感出来了，增加了这个艺术创作了。林良滩目前来说，是我们所见到的目前年代最早的一个镂雕或者说镂空的一个案例，就在这个地方来了啊，这是很有意识的，不是下意识的做的啊。那么它是怎么去做呢？因为在一个平面上，你要是硬去刻，当然也能把它刻开了啊，但是他采取的是先打一个小洞，打了一个小洞以后，再把绳子穿过去，绳子穿过去了，再加上一点沙子，加一点什么东西，慢慢的去磨，把里面给它打空开来啊。另外，这是一个镂雕或者叫镂空的这么一个其他还有一些它在工艺上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很多的林家滩的管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管，一般的普通的管子它是直，外面是直的啊，或者是鼓起来的，像我们现在腰鼓一样的。但是林家滩的很多管子，它是一种哑腰型的，就是收起来的，这个很独特，因为在其他地方真的很少见。我们在东北红山文化当中有少量的是这样一种的。那我们在我们东南的良渚这一边，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找到了几件是这样一种收腰的，大多数是直管或者说鼓起来这些的管子的。那么下面给大家放了一张这一个关于镂雕或镂空的一个历史发展的啊，从5300年以前开创的，然后到了5000年前到4000多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它就更复杂的这种镂雕方式了。但是到目前起源来说，应该还是从林家滩开始的。前面是讲了我们的技术工艺这一块，那么接下来你让他做这么一些很好的东西，他总要有一些内涵在，他平白无故他就是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些事吗？所以在礼仪内涵这个解读了，当然一旦涉及到这一个层面，就进入到深水区了。一个观点可能就多样了。另外，我们可能很多也是我们民间人士参与更多的这一块，就在这一个解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考古的科学研究者来说，我们还一般保持了一个比较审慎一点的态度啊，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我们可以把一些表象的东西可以先把它展现出来啊。在这个绿板这一块，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了，它就是在5000多年以前跟2000多年以前的结构上面是很相似，跟汉代的这一种结构上面是很相似的啊。包括这一个我们文献记载里面，包括我们实物当中的甚至包括我们看看，这是安徽曾经在汝阴祖母真是汉墓里面出来的东西里面，他们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当我们一看这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所有的差不多所有的人一看到这一块玉板上面的这个纹样都容易想起来除非你们没有见过小朋友们没见过，其实我们大人都见过了。其实我们都见过这个玩意儿对吧？罗盘罗盘我们当然现在把它当成一个迷信的东西，在5000多年以前有迷信很长的时候。当然，它是不是罗盘咱不能说只是给大家让大家感觉它跟我们后来中华文化几千年以前实际上都有一点一脉相传的这种味道。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另外一位老师，他可能从另一个视角去看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是不是正确？那另外大家可以去讨论，但是他从这个天文考古的角度他给他计算了一下，他觉得是跟这个天文考古有关系是当时一个模型，当然不是拿人民脸大，一个模型，然后去做个观测，正好2圈他认为正好2圈下来以后，这个360多天就正好结束掉了这是他的一个认识。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认识我在这里就不太去讲了，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的。那么玉圭前面我稍微留了一下，没有给大家放那3件东西，挂在腰间的3件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来看，原来挂在腰间的这3件东西，就是中间这一件，
是左上角左边那一块，正面看起来一点看不出来，所以那件东西出来十几天我们都不知道它能够叫玉龟，因为到最后我们提取的时候把它翻过来一看，它那个腹部那个地方有4个小缺口，腹部有4个小缺口，我们想想在所有动物当中只有谁有呀？只有乌龟有这个东西了嘛，所以后来就把它改名叫做简约型的龟了啊，它是真实乌龟。那么跟它一起的2件，虽然说看不出来它有4个缺口，但是因为它串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更简约一点的还没做好的这样一种龟了啊。它是相当于腰间就是不是腰间，就是腰往下面挂了3个玉龟形的这样一些东西了。当然很特殊了啊！这个玉龟，我们从一开始放的最重要的一些玉龟，我们就知道它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具象的、很形象的一个龟，有一个简约的龟，还有一个还有2件模模糊糊的，实际上有4个龟了。那这个用龟它的习俗从哪来的呢？实际上用龟的习俗在中国很久远啊，一直到现在为止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还是见过的啊。我们现在当然一般见不到用龟了，我们有一些在哪个地方能见到？有些在一些宗教场所啊，或者说在一个街边拐角的地方，我们现在还有玩迷信的啊，你过来我给你算一卦啊，你给我多少钱啊，搞个钱放在里面去摇一摇，不要小看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一直延续下来，只不过它到现在已经极度的萎缩了而已了啊。实际上它在5000多年前也有，是更早一点，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特别是淮河流域就已经很盛行用这个龟啊。它不仅吃龟，它把龟壳里面它还放一些小石子啊，有的放1-2个小石子那。它肯定不是为了去吃了，它是为了做某种仪式的。然后到了5000多年以前的时候，在我们山东地区特别流行这样一次随葬这个龟。它不仅随葬这个真龟，那个他们用的是真龟甲啊，但是在对真龟甲它做了一些处理啊，有一些它把尾巴给它截平了，就那龟甲尾巴截平，上面还打几个孔。恰恰这一种工艺或者说技术工艺的话，在临江滩也能见到，只不过临江滩它没有用真龟，它用的是玉来做这么一件龟，说明它们之间也是有很强烈的一个传承关系的啊。这虽然龟，那么斧钺这一块，我想大家可能都明白，一般的斧钺就是作为一种权力的一个象征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甲骨文经文，特别是经文里边啊，那个王或者是皇子。那下面一看就是一个大斧头了啊！因为你有权利才能去砍人的，你才有杀伐的大权啊！所以它这个造字上就是有这样，但是在我们在史前这一块，它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一个杀伐的权，我们倒不好说的啊。但是已经开始慢慢的朝这个方面去演化了啊，有了一种变化的趋势，倒不一定是完全的一个象征了。那么斧钺在临江滩很重要啊。它在这个墓葬里面，我们目前为止可以看出来，它是最有排列规律的啊，都是放在墓主人的左边、右边两侧这边一排一排的放。当然还有一部分更高贵的，它在人的胸部这个正中间这一块还放几把啊，都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在胸口，大体上在胸口这个，有时候它还放一件比较大的这个钺。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那一件8斤半的那一件，就是放在这一个人胸部这一块地方的。那么玉环这一个呢，它是一个装饰品，没有问题的。这个装饰品都是穿戴在胸前的啊这一个地方啊，其中还有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临江滩人喜欢把这一些外缘的地方给它可以做一些各个有棱角、有这个齿的这个样子以外，其实它还有第三，这边右边的这一个我们把它称作叫耦合式的环，就是同样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一件东西，它把它切割成2半啊，就是然后合起来这一个，我们还会给大家放几张啊，这是一个齿纹上面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件东西啊，就是坏了，怎么交错位了？我昨天晚上还把调整正好吻合的，这个就交错开来了。那么
这个教授这一件当然是没有把它切割开，但是我们有好几件实际上是切开成了一对一对的这样一个东西了。这一对对到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用，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啊，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是吧？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国家博物馆馆长于伟超先生，他就提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观点，他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远古时期的虎符，因为远古时期要调兵的话，就是两个东西要能合起来，我才能调兵嘛，虎符嘛。他就叫我把刻成两半以后，然后再对在一起来，才能那个去调用一些什么东西。当然，他认为是这个跟虎符类似，是一个部落联盟有不同部落之间他去联盟或者说联姻就是有一个婚姻关系的实际上这种我们实际上也有的。其实讲白了就是做一个信物嘛。我们在古代甚至包括当今，我们很多的人如果说要跟大家，我们已经定下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对方一个信物当然在远古代的时候更是这样的，因为古代你要去考秀才干什么，有时候好几年不回来，所以说回来以后都不一定大认识了我得有一个信物来，原来是你现在我们可能会改一点，这是我们于先生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我们都可以去讨论这是有礼仪的，所以它一般挂在胸前。那么挂在胸前呢，你看它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因为在别的地方我们一般的只见到在胸前挂一件，那就行了。但是尼安塔人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缺豪横还是什么，他一挂他就挂一组虽然说他是为了显摆自己，但是这挂一组又在我们国内到目前为止又创造了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时间呢，就到目前还是我们中国最早出现这一种组黄的，就是我挂一串它又是最早，到目前来说将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发现那么这一串，我如果说拿春秋，这是春秋时期的，我给大家放一张，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到原来他们组合更多了更复杂了。在除了我们这些装饰以外，实际上他们好到什么程度呢？它有一些棺材，它也装饰目前我们所能见着的就是在棺的两端，就是棺内的两端，它还悬挂一组东西这个是在07年23号墓才发现的。后来我们回溯了一下，把以前的材料拿出来，这一次你发现不是它一个墓，好几个墓都有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这个能确定？因为挖的时候它还是竖在这个地方的挖的时候有好多件东西还是竖在这一个地方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感情了，我后来给它送到省科院考古所，后来放到王学荣那边遗产中心再把它清出来了，一组东西所以说明他在棺里面他也挺讲究的，要两端要挂一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给大家放了23号墓一个复原图。我们从这一张图里边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这一个人一个墓主人下葬，他也经过多么复杂的一些过程呢毫无疑问，我们通过这一张图就可以看出来，你家它的各种玉石器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礼的这一个性质了所有的摆放佩戴它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这也是它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了。那么我们把你让它这一个基本的情况多了讲了大家也知道你让它原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挺重要的。后面我们就要来讲一个问题了，那你让它在此时在此地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偶然还是必然？因为在90年代的这个时间，我们整个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知道，你看它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发达的一些东西来，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经过我们一系列的工作以后，我们就慢慢的就知道，原来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渊源的。那么这个有渊源，首先它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来证明它是有渊源的呢？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就要讲一下区域点的这种背景了。这个背景我们要从长江下游6000多年以前开始讲起，因为在你看它的发达时期是5500年以后，那么从6000多年前我们讲故事就要从
更早时候讲起了啊，6000多年以前，长江下游开始发展起来了啊。如果说我们年轻的啊，包括小朋友，你们了解了，我们课本当中就会有什么河姆渡文化啦啊，这个一讲可能大家会知道一下。就那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了，那么发展起来以后，玉石器在当时就逐渐的受到了大家的重视了啊。这个有我们浙江东部的河姆渡文化，然后我们有这个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都是在这个6500年以后，玉器和石器慢慢的发达起来。那这个发达以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河姆渡文化的。实际上，河姆渡的玉器制作、石器制作，它还是很简单的啊。它的东西也不是太多，就是简单几种形态的东西。然后它钻孔还是要用碎石比较硬啊，一点一点弄钻啊。而且因为它钻起来很费劲，所以它大多数的材质都是比较软一点的啊，就是一种比较软的一点材质，因为它好钻。透闪石这一类都是很少见的，因为那钻一件得几十上百个小时啊，数量也不多。这是河姆渡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讲我们太湖流域的马家浜这一啊，它的石器制作进步了，然后玉器制作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了。那么在马家浜这一个时期，就在6500年以后，慢慢的大家意识到，原来用这一种透闪石的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正的玉啊，挺好的，然后就有意识的在开始选择一点，但是整个这一个阶段，料子都极其的杂，而且透闪石的料子很少。只不过在马家浜这个时候呢，它有另外一个风俗开始出现了。我们看这一张照片就知道了啊，就是这张照片，这张我们称之叫花石子。这个在马家浜晚，就是在6000年前后，我们就在马家浜的这个墓葬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它有意识去随葬这些东西的。这又是一种风俗啊！我讲的这一个东西呢，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是在我们现在的临镇地区啊，就是南京、镇江到宜兴北边这一段这个区域临镇地区形成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去过南京人，立马就能想到，我们南京人现在很喜欢用什么石头啊？雨花石里面带一个什么字？花嘛，对吧？你买雨花石，如果给你一个光溜溜的啥玩意也没有的，你买的话1块钱买你也不要啊。但是，如果是花花绿绿这样的东西啊，它花10块、100块钱，你可能都要了。你就是要那种很奇怪的东西。实际上在6000年以前，我们在临镇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一种花花绿绿的这一些东西了。虽然它还是比较单一，但是放在一起的。这样的话，我们回想起来，再往后面，我会在另一张照片我会给大家看到的啊。那么这是讲的，在6000年前后就已经发展起来这一个玉器、石器的制作技术。那么这个技术里面，我个人觉得它有3项重要的突破啊。一个就是这种斜向，一个是这个斜向的穿孔啊，斜向穿孔它是有一定比直的穿孔有一定难度的。第二个是暗槽的拼接，前面我给大家放过这个暗槽拼接的啊，就是我看看有没有那个稍微不好意思，稍微跳了一下啊，我放错了，往下放，这是暗槽拼接啊。那么暗槽拼接在泥崖滩会出现了不少，实际上在马家浜末期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它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耦合式的这种黄，几乎就用在这个上面。其实它是把2个一半东西放在一起，它也把接起来，它要去穿绳子的啊，否则就2件。但穿绳子如果说直接去穿的话，至少来说不好看，对吧？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的意思呢？不知道了。如果说我面对面正穿2个孔，结果我们现在我们也发现过，其他意思也都发现过了，就是在环的这个正面直接打2个孔，然后你拿绳子一抓，那当然简单。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发明了一个技术，就是先纵向穿孔啊，先从那个地方，从这个纵向穿2个孔，你看不见的。纵向穿孔以后呢，我把它拴起来以后，实际上还能看得见绳子什么东西。然后在2个孔之间，它再打一道暗槽，
你再把这个暗槽，你再把绳子拴进去，在暗槽里面，实际上你外表上，你从正面看的话，你就看不见什么痕迹了。这是很重要一些技术了。这叫暗槽拼接技术。第三个就是10月的大钻孔技术突破，就是有些大的钻孔很大的一个钻孔的。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管钻，如果说一个小竹子钻，那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小竹子你手拿着，如果说让你给这么大一个竹子，你钻起来就很够呛了。这个大钻孔技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花瓣叶的出现，就带花瓣的东西也出现了。为了这个花瓣叶，我最近1年多一直在带着学生做这项工作我们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测跑了很多地方，我就在做花瓣叶这个东西当然现在成果还没出来，就是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6000年以后到这个5000多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南京那边有一支马家北阴阳阴文化它是从马家浜蜕变而来的玉石器获得很大的一个发展了以后实际上从它开始就拉开了长江下游玉石器产业制造的一个变革开始了，这是北阳一个序幕。当然在这个同时，我们东部太湖地区它各有所长，它更以陶器和其他东西见长整个从5800年到5300年，实际上是整个长江下游最活跃的一个时代，创新也是最富足的一个时代了最富有生命力的。那么因为这些东西的出现，所以在长江下游可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就是以玉石器作为代表的。在浙江，我们现在如果有的人可能去过，我们讲桐庐的这个姚明新建先进就是那个石灰岩洞的，实际上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个专门制作一些玉石器的一些作坊类的东西了各种各样的这是我同学画的一张图，很形象，就是有人在生存然后做了一些东西的。所以在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林家滩它从5700多年开始以后原来我们认为它是一枝独秀昙花一现的，实际上我做了5年的大规模的调查就做调查，就天天就在地表上走的做了5年一项成果也没出，但是我做了5年以后就知道了原来它确确实实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我简单的跟大家去讲一下这是我调查的范围从这一系列的调查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我们从聚落，也就是原来的村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从6000年以前开始，就逐步的从我们现在南京镇江那边就往西拓展了。到了5500年以前的时候，在我们南京到宜兴这一带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往西发展，跨江到了临江滩这一带。那么5800到5300年，所以就开始临江滩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发展大背景那么这个大背景，我们证据上面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我们刚才说的58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这一个北阴阳阴文化这一套工艺技术，原来在临江滩都有出现的这个包括这个刻槽的这些东西，大孔的这些东西都有了这是一个这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穿一下绳子最看不见了这是个暗槽技术的。然后从临江滩这个聚落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我有一条线就是这样连带一点点往下走的到了临江滩发展的这个时期，恰巧它的村落的数量是最丰富最多的这样一个时候。但是当临江滩真正的临江滩遗址这一块发展起来以后，它周边的聚落反而慢慢消失掉了这个我们把它称作一个集中化过程，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一样，我们现在大城市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农村就出现了空心化趋势，对吧？人都集中在城市来了，农村就开始出现空心了这你看它恰恰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一个状况但是它到了200多年的发展以后就是发达以后，其实到了2200年以后又衰落了。那么至于它衰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人都不在了吗？其实也不是这一回事。这个我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玉石分野的一个想法，就是正好我们一个很巧合，就是在临江滩衰落的这个几乎就同时，我们在长江下游的2个地方，一个是在
我们太湖南以南的就现在杭州西边的，我们称作良渚文化的一个重点地方。还有我们现在安庆地区，我们安徽的安庆地区那边有一支文化叫薛家岗的晚期文化。那么这两支文化，良渚文化之前的玉器，之前它是刚刚开始发生就是5200-300年刚发生。之前它的前身松泽文化里头玉器并不发达的，一下子爆出来了。然后我们安徽西南部那边的薛家岗文化，在早期它同一支文化，它早期那些玉器是很不发达的，也是在晚期一下子冒起来了。所以，但是呢，它两者又各有区别。两种文化它是玉器、石器一起发展，都很高端。但是在薛家岗那边呢，西边那边呢，它是以石器更见长，玉器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弱一点。所以我把它称之叫玉石分野。当然，在这个玉石就是往左右嘛，分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往左右就分开来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样一个状况最终是以两种文化胜出了，以两种文化一枝独秀，它形成了一个以玉琮、玉璧为核心的，以神人兽面，它这个雕刻的神人兽面为象征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出现了良渚古国，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也说明我把它称作叫林家滩衰落之后出现了一个文化接力现象。当然，这更早是我导师提出来，就是接力棒的问题就是他就提出到良渚实际上是接力棒有2支的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背景都理解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林家滩的发达也不是像孙猴子那样通的一下就冒出来的，它都是有它的一个背景的最后我们看一下林家滩为什么我把它称作叫文明先锋我们国家文物局曾经发表过23年时候发过这么一个发布会，里面就是5800到3800年是称为古国时代的那么古国时代又分3个阶段恰恰林家滩就是这整个节点上面的最早的重要的一环，因为到了5500年前，我说5800嘛是稍微拉早一点5500年前最重要的一个节点环，这是林家滩目前我所了解的一个它的一个分布范围。我们看一下分布范围，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它几乎就沿着这个大别山的余脉，也就是长江两岸的这些山在分布的往更远的地方，它扩充范围并不是广大，所以林家滩这个它所体现是一种引导了我们长江下游的一个玉石器的创新的一个新风然后通过不断的接力传承，逐步就造成了我们史前玉石文化当中的一串串，林家滩只是其中一个，我们一串串史前文化的玉石器的一个光芒这是我们林家滩最后我刚前面给大家放了一张19年以前的照片，这是给大家放了一下最近几年的一个照片。我们遗址公园已经建成了跟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是先锋再现，接力长续现在通过林家滩考古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让林家滩发挥更好的一些生机的出现的谢谢大家。请吴先生先路过到台上非常感谢精彩的演讲。3点50分的时候，我们这个厅里发生了一个怪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3点50，就是吴教授他本来想把2个虎头的玉环接到一起，结果发生了交合在一起的这么个现象。交在一起以后，它是一个 X 就是未知的，对吧？所以他最后给了一个很精彩的结论，就是良渚文化现在我们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崛起，实际上在它之前有灿烂的林家滩文化。这个作为那个文明滩源工程的一个成果，实际上也就发布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结论，就是林家滩的发展，对良渚文化的发展是有这个先导作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吴先生也讲到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X 就是问题，这是保安的力量，是吧？保安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接触3个问题，好吧？把 X 甩给吴教授来3个，邵老师。
来到深圳。然后您刚才在您的讲座中提到，我们林家滩的玉器呢，其实有部分的要素是在红山文化也可以见到的。那如果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的话，两支相隔甚远的文化是怎么实现交流和借鉴的呢？我们现有的考古成果能否给出相应合理的解释？谢谢。谢谢啊！你江苏人，他这样的欢迎我了啊，应该到江苏去欢迎我才对的。实际上关于这个宁家滩跟红山的关系，是我们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大家不好意思啊，有点干了。大家都很关心这一个事情。确确实实，他们之间，我也认为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交流的。当然，这个交流的过程和方式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没有相对充足的一些证明。目前我们还是在宁家滩跟红山之间还是在隔空喊话，大家都在呼应的，因为他们之间有我准确量过1250公里到牛河梁。我去年是为了到那边去，到赤峰那边去，我专门曾经还坐了一趟慢车，我来去体会这个当时如果说是在那些崇山峻岭当中穿行，应该是一个啥样子的。结果也没找到答案。但是呢，我从考古的层面上，我可能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宁家滩跟红山之间的一些联系，都是一些很明显的，但是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说人啊，都是人，都是鸟，都是乌龟，确确实实是很像。但是我反问你们一句了，这些东西难道在全世界不是像吗？你们说，除非你们这个做生物学的，那可能分得出来。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你说南美的乌龟跟中国的乌龟有什么大的差异吗？这些差异能够在我们玉器上能够反映出来吗？其实看不出来的啊。这物种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它有鸟，我们这也有鸟。我看了天上鸟一个，我就可以模仿出来，你也可以模仿出一个来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易模仿的，工艺和技术，这是人文的东西，这个是需要有传承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找它，我们可以找更扎实的一些证据来证明它们之间会有相似，这是一个方面。工艺技术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扎实的一个证据了。那可惜这项工作目前我们开展的还不是太多。第二个是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东西这个奇特不是因为它有一个乌龟，我有一个乌龟这种奇特，是有一些特殊的，有一些特殊的符号、特殊的图案、特殊的一些造型。这些东西如果说它出现了一种相同，别的地方都没有。我刚才说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比如说那个亚腰形的那个小玉管，这个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不怎么见到的，但是在宁家滩见的最多，在红山见到一点点，在良渚见了一点点。那么这个之间它就可能会存在这么一个交流。当然我讲的是这一个例子，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很小的一篇文章，去年年底写的，有兴趣大家可以看，它有其他一些证据。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正的要去探讨这一块不要仅仅的从这个器物的外表大家都公认的这些形态从一些特殊的方面去把握它，可能会找到更有利的这样一些证据。但是我是相信是有这一个交流的在远古时期交流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广泛谢谢。好了，第二个问题来，对，给那位。吴教授你好，其实我刚刚就是听讲的时候，那6个小人，左边的是细长的腿，右边的是比较粗的腿。我当时想的是，这玉像会不会有男女之别？因为男孩子腿会相对细长，女孩子相对粗壮。我这么理解，就不知道会不会太幼稚了。教授，你这边男女之别的那个玉像有没有，就是可以给个说法？说反了吧？听你说话，你是广东人是吧？你好你讲的这个，我只能用一个广东话母鸡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一些很具象的这些事情远古时它跟我们红山那边这个桃树还不一样，桃树是他们有些在一些具体特征上它能表达出来，而在玉人上没有任何这种表达。我们
们就不便于再去做深入的研究。当然，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想。高一啊，这是吴教授很年轻啊，给他掌声。我们来个有男士吧，有男士提问题，来，这个这也是男士。吴教授好，我是今天的志愿者，就是我怕今天那个活动太火了，挤不进来，我就报名志愿者混进来了。就是我是深圳的一名准高中生，然后刚刚听您的讲座也非常感兴趣。就是现在高中阶段我们面临一个选课的问题，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部分同学就是自己对历史文科方面很感兴趣，也很在行，但是在这一个科技的时代，我们社会普遍也认为可能选文科不如选理科有出路。作为历史的泰斗教授，请问您对这方面我们高中生的一个困惑怎么看待呢？哇，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